拨开世间万象，解密背后真实。大家好，我是野生 AI 产品。就在最近 ，Meta 宣布以超过140亿人民币的估值收购一家叫 Manus 的 AI 公司。这笔收购是 Meta 历史上第3大收购案。这家公司究竟做了什么？为什么值这么多钱？今天我们就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一下。Meta 公司砸下数十亿美元收购 Manus， 这不是普通的聊天机器人，更是下一代的 AI 执行系统。马克扎克伯格这次是买了能执行真实任务的智能体，这说明了一个关键的趋势 ：AI 不再满足于会说话，而是要有手有脚，能做事。Manus 是一种通用 AI 智能体，不只是回答问题，还能自动的完成自主规划和执行多步任务、复查结果、整理报告、写代码、连接外部工具和数据系统，持续执行长流程的任务。传统的大模型是能说，却不能持续运行和执行动作。而2025年 Agent这个名词成为了 AI 界的最主流浪潮。Manus 的价值在于，它实现了从被动应答到主动执行任务的飞跃，引领了这一次浪潮。它能够自动调用工具，跨系统协同完成复杂任务，而不是只停留在对话级别。而这正是企业和产品导入 AI 的核心价值点。这笔收购告诉了我们一个技术转折 ：AI 的未来不是更大、更聪明的说，而是能自己做任务、自己做决策、自己完成结果。接下来我们将用1节的内容来帮你理解这样的 AI Agent 的系统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单靠模型强根本不够。在今天的大多数文章、课程和产品介绍中， Agent 经常被描述成聊天机器人的升级版，会用工具的 ChatGPT， 能自动干活的大模型。这样的说法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不能说全错，但会严重拉低你对 Agent 的认知高度。一旦做过多 Agent 协同的项目，或者把 Agent 系统接入过真实的业务，你会很快的发现一件事：真正难的从来不是让模型说话，而是让系统做对的事情。真实情况是，一旦 Agent 开始不只是回答问题，而是自动查资料、自动写方案、自动做判断、自动触发某些业务动作，你面对的就不再是这一段话写的对不对，而是这个结论是不是对的，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策，这个动作该不该执行，出了问题谁来负责，这个系统能不能被信任。从这一刻开始， Agent 的本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，它不再是聊天系统，而是一种可审计的自动化决策与执行系统。聊天系统的核心问题是说什么，主要风险是说错话；决策系统的核心是做什么以及该不该做，主要风险是做错事。这2类系统面对的世界完全不同。当 Agent 开始拥有工具调用的能力、多 Agent 的协作能力、长流程执行能力、对真实系统的写入权限，它就已经站在了决策系统的门口。如果你仍然用聊天系统的思路去设计它，后面无论堆多少模型、多复杂的流程，本质上都只是在给聊天系统打补丁。为什么模型更强解决不了 Agent 的质量问题？很多初学者都会本能的认为 Agent 的效果不好，是不是模型不够强？但你真正做 Agent 项目的人都会经历一个阶段，一开始疯狂的调 prompt、换模型、堆参数，后来才意识到大量的问题和模型几乎没有关系。比如任务没有说清楚，那你用再强的模型也会跑偏；没有证据约束，再聪明的模型也会编造内容；没有校验和闸门，第一级错误是一定会发生的；没有评估体系，你永远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进步；没有流程与状态管理，系统迟早会在复杂的任务中崩掉。这些问题本质都不是模型问题，而是工程问题、架构问题、治理问题。你不是在用一个模型，而是在构建一个全自动的决策与执行系统。而决策系统天然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，比如说任务怎么被准确的定义，决策过程如何被组织与校验，结论是否基于真实的证据，高风险动作如何被拦截，系统是否在持续的变好，在真实的环境中这个系统能不能稳定的运行。这些问题对应的都不是技巧，而是一整套的系统能力。没有一个问题是靠换更好更大的模型能解决的，它们全部指向了一个方向。 Agent 的输出质量的核心难点不只是模型能力，而是一个系统工程。真正决定 Agent 的输出质量，从来不是某一句提示词，也不是一个参数设置，而是一整套平台能力在背后起作用。任务能不能被准确定义，推理过程能不能被组织和校验，结论是否基于真实的证据，输出是否稳定、可控、可接系统，系统是否可以评估、回归与进化，在真实环境中是否能够长期运行。Agent 的输出质量本质是一整套平台能力的结果。当你把这些能力拆开看，从任务进入到系统到结果被执行，整个过程可以归结于6个层面的核心能力。第一个是输入层，也是任务定义层，面对决策的问题进行建模。Agent 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？什么叫这个问题解决了、干好了？第
第二个是推理层，也是决策与协作层，在这一层中生成具体的执行方案，并且进行博弈。它决定了 agent 怎么想、怎么分工、怎么互相校验。第三层是工具层，也是行动能力层，它提供给 agent 的信息，并且提供给他行动的工具。这一层决定了 agent 的结论是否建立在真实世界的信息系统与计算上。第四层是输出层，也是风控层，它是决策系统的闸门，决定了 agent 的结果能不能被其他系统消费，能不能被 AI 消费，出现的高风险能不能被拦住。第五层是评估层，也是质量进化层，它是整个决策系统的质量工程，它决定了系统是在持续进化还是仅仅是感觉还行。第六层是执行层，也是系统工程层，它是整个决策流程系统，决定了 agent 在真实环境中状态、流程和韧性能不能长期稳定、可恢复的运行。当然，在这四层的底下还存在一组贯穿所有模块的治理中枢系统，他们不直接负责 agent 在做什么，而负责能不能管住、控住、审计清楚，出事了能不能兜底。治理中枢系统主要包括了8个方向的能力：知识与记忆系统、人在环系统、审计和可观测系统、版本与变更治理系统，然后是成本配额与资源治理系统，再是身份权限和数据治理系统。第7个是仿真与沙盒系统，第8个是安全与对抗系统。以上的这些模块共同完成一件事，把 agent 从说话的模型变成生产上稳定可控的自动决策与执行系统。在后面的课程中，我们会从这6层出发，一层层拆开，看一看一个真正可落地的企业级 AI 能力到底是怎么搭建起来的，从而大家也能了解到 Manus 为什么能卖到140亿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课程的更新，以下是课程链接。我是野生 AI 产品，一个工作在 AI 最前沿、爱琢磨、爱思考的产品经理。